大家还记得 Aesop 跟大白兔的联名吗？Sneaker。我们3周之后的设计挑战就是 Aesop Plus 大白兔 Sneaker。我们来填坑了啊！欢迎大家积极留言支持总监的，请扣1；支持老王的，请扣2。那我们就一起开枪啊！节目是好啊！哒哒哒，3、 ，1、2、3， 1，耶！怎么样？这概念吧？这是丝瓜瓤吗？我连鞋底都设计了。我靠，你这个感觉就是。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我当时做了这个设计挑战，因为是很 random， 就我们 pick up 出了2个品牌，然后当时我回家真是头疼了1个礼拜，我就想 Aesop 和大白兔这2个看上去真的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，最后我就放弃了这个思路，我就不想从那种比如说我们很直观的一个印象，就比如说大白兔是那种蓝的、黑的、红的，那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就是说把整个的色彩的感觉做的有点贴近于 Aesop 这个品牌，多一点。那大白兔可能是从一些造型上，比如说糖啊、柔软呀，然后乳白色呀，就从这些角度去体现大白兔的感觉。所以呢，这双鞋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啊，你看这个海绵大底。我先说大白兔的造型啊，然后我把它这个褶皱这种感觉做到了鞋面鞋头这一块。后来我把整个材料堆到一起的时候，我发现好像有点太寡淡，那我就果断的选择了一个很雅淡的绿色。这一块呢，当时是我觉得一定要体现的。因为就是 Aesop 还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，就是它那个质感很好的那种琥珀色的瓶子嘛。这个材料呢，我是去了一个那种2手回收店，我在那边找了很多灵感，然后我就发现了啊，因为这个泡沫也比较容易造型，然后它柔软，而且大家仔细看这个细节啊，你看这个孔像不像阿迪达斯那个3D 打印那个大地？不像，你看我们这个也是相当的直观。我从头到尾，我想就是说，我可能更多的在于是废物利用。我手边的跟大白兔相关的一些包装和那个 Aesop 相关的包装搭配一下，看看怎么样让它重新焕发一个生命。我能看出来，你这个成本比我这个低很多。这双鞋其实它的这个原型呢，是来自 Nike 的这个 Cortez 的系列，就是《阿甘正传》，你看过吗？他穿的那双鞋。OK， 这些 detail 的部分、细节的部分有点夸张，所以我想说，那鞋面用大量的这个白色的面积，鞋面上用了一个编织的手法， OK， 把这个 Aesop 的这些包装给重新裁切，然后把它给利用起来。这些巧思，你看看这些巧思，这都是我觉得都是一些潮流产品，它的这个比较吸睛的地方。大家说啊，我倒是挺喜欢这个设计的，因为它就是很直白嘛，就很直给的那种感觉，挺好。走点深刻的啊。大白兔这个品牌其实是象征着，你看我们中国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，Aesop 恰恰是象征着什么呢？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完美、非常完备的阶段，去让这个生活品质得到一个提升。是的。发展到今天这个年代，2个品牌依然存在。然后在这个时代，我想让他们做一个对接，做一个对话。然后在这里呢，我还要就是额外感谢一下我家那位啊，这个其实是主要他的这个手工。就是飞扬的感觉。